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What i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ever. 所有故事终将迎来结局，有的在春天悄然开始，有的在春天轻轻落幕。请慎重选择，直面真心，毫不保留，坚定的去向文文表白。我很坦然的接受一切结果。文文对我已经淡淡的感觉了，昨天晚上就很明显了呀。文儿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文儿？哎，不知道说什么，看东西了。自己怎么来怎么走，我就知道结局了，好吧？但我依旧该表白表白，我就说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嘛。承诺这个事儿就要做到最后。Hello， 又见面了。Hello， 你好啊。没想到他最后还是给我发送告白短信。其实我还蛮好奇，他到底会对我说些什么话。哇，你好高啊！今天穿了那个高跟鞋，早知道我也穿个带跟儿的了。你这没跟儿吗？你这个？我这没跟儿啊，我纯底儿。他还是比较重视这次表白之旅的吧，穿了一身比较正式的装扮，觉得他应该是也是准备了很久。猜猜这是什么？这单簧管。哎呦，你还真知道。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了，因为是吗？嗯。我现在为你准备了一首曲子，它的名字叫 Mia and the Sub Same， 就是来自 La La Land 的一首贯穿整个电影的一首主题曲。OK。我心里头真实感受是五味杂陈的，因为当时 party 的那天晚上，听到他在房间里演奏那个单簧管，吹的好像就是这首歌。你这个要带下去吗？不带下去。哦，我今儿应该不吹。然后我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演奏？然后他说这个留到以后再说。我没想到原来是为了这一天。就觉得这些天的相处好像历历在目，像走马观花一样的那种感觉的闪过我的脑海里。就是觉得他在一起那个欢声笑语是真的，但是自己没有被坚定的选择也是真的，就是心里头也很矛盾，也很纠结。谢谢你。睡得好。其实准备的还是不是太充分，因为姜也特别的紧张现在。对。然后有些话想对你说，就是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也算相处了9天吧。然后我们有过3次约会。其实我觉得通过9天的时间，并不是可以真正的特别彻底了解一个人，但是也是有个短暂的了解。然后这每次跟你出去约会，其实感觉都非常快乐，然后非常的幸福，然后我也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可能过程中我有一些踌躇啊，一些这种心情，但是
当你在车上有一次，你向我分享了你的这个你的一些不开心，你的一些，就你向我敞开心扉吧，我认为是的。就是我当时就听着，我心里特别痛快，不舒服，动不动给我2句脸色看，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你向我敞开心扉吧，我认为是的。那一次，其实我就觉得，那一刻我就非常的坚定的已经喜欢上了你，喜欢上了你。虽然说我们认识只有9天吧，但是接下来我还是挺想跟你继续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对，没了吗？没了吗？没了呀。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可以值得深入继续了解的女孩。文儿，首先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在这9天的相处里，我们俩人算是单独相处比较多的一对。对，然后吧，我们在一块儿特别开心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你能听实话吗？我就听实话，就给哥们整点 real talk。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感觉你的性格好像就是尤其在情感上，太不坚定了，就太容易，受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了。你在情感里好像没有自己的判断，就是经常会外界一些很小的事儿就会影响你，对你造成很大的波动。我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而且这几天其实我也跟瑞瑞聊天了，通过他对你的描述和我对你的这个人的感觉吧，我觉得你好像内心非常非常不成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其实我觉得你2个女孩，你好像都不是很喜欢，就是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可能都没有特别喜欢，只是2个人都有一些打动你的点，然后吧，你又做了一些你认为的所谓的很真实的事情，你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你想展现出来的，但你展现完了之后，你又开始去担忧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导致你后期的这一切行为都是非常的变形的，你知道吗？就会我懂，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非常的奇怪，特别不能理解。让我感觉其实你谁都不是很喜欢，你可能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其实我理解你说这些话，就是可能我还是觉得这几天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密集，所以说我做了一些决定，可能在我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脱节的，就是我没有展现出来真正的我，好像只是把我的那些不好的一面给它放大了，然后你看，这就是你这个人感觉很矛盾的一个点。你是每天说 real 这个词说的最多的人，但是其实你又说你看没有展现出真正的自我，就是在我眼里，你这点行为就像你在感情里一样，就是特别的言行不一致那种感觉，怪怪的，你知道吗？其实我有这种感觉，是的。对。后来我跟瑞瑞聊，瑞瑞也说跟你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是你们都有原因，因为都很奇怪，并不是说是他跟你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其实是你也跟他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尤其是你吧，我觉得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奇怪，就是2个字，就是奇怪，是，就是很，甚至有时候感觉你的人有点分裂，人设是分裂的，你知道吗？是。可能有的人设也就是会变，但是别人的频率可能是几天变一次，这是很快的人，但你的是1天能变几次，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吧，你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比节目里还能好一点，就也是有点分裂的，但是确实能比节目上能再好一点给大家展现了。反正你不能说是因为上了节目你变成这样了，因为我是觉得人是不会这样的，人只能是你原来是什么人，只是在节目里把你原来的那个形象给放大了而已，并不是说是因为一个节目突然把你原来是一 A 人完全变成了一个 B 人，这不可能的。
可能。对对对，因为你记得在那天你找我聊天，然后那天下雨的时候，我问了你一个问题，我当时突然的问了你一句，我说你喜欢我什么？你当时愣住了啊。你喜欢我什么啊？你喜欢我什么？性格，毫无疑问，性格，真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讲，应该是检索了很久，说出了2个字性格。这个瞬间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你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我总是能很快的捕捉到你的这些信息。那你还挺细节的。真的没是的，对，就是是说中了吧？这个事儿也。就是对吧？就是你那个表情，它骗不了人。你说的话可能是你经过了深思熟虑想出来的2个词儿，但是你的表情根本就瞒不了别人。哦，就是那晚下了大雨，文文哭的那一次，对，我心软那一次，其实已经违背了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了。我当时就是想保护他，不想看他那么难受。我感觉我可能接下来一直选择文文，他能好受一些，所以说当时就做了这个选择。我对我之前所有的决定，从小到大我的任何决定我都不后悔，但是唯独这次，其实是我后悔的一个决定，选择了文文。但是我亏欠他，就是因为我内心其实喜欢其实是吴蕊。就是我感觉你其实谁都不喜欢，因为你如果真的有一部分很真的心在其中一个女孩身上的话了，明白？我们3个人的故事就不会是这么写的。对对对。其实我们3个人故事写成这样，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其实最核心是我的这个权重最大的人是你。是的，我承认这个就是完全我的原因嘛。你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踩在了我感情的一些雷区里。我并不喜欢男生这样。我知道，我其实自己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后来都觉得自己做的事就是很抓嘛，很奇怪。但是我也没说想找理由，就很难讲，就是情不自禁的就做成了这样。然后后来好像再怎么做，好像也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说后来我也就逐渐想开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改正，然后得到进步。其实这是我来这里最大一个收获。非常感谢你们包容，然后。我感觉这也是把我当朋友才会跟我说一些比较肺腑的话，对吧？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自控力没有控制好，就可能你这件事办了，你可能当下立马又后悔，然后又要马上想另一个方法去找补，然后找补完了又感觉又不对，又要再找补，找补来找补去，找补来，结果全错。对对对，这真是没错呀，不是？是不是全错？最后发现全错。我跟你说啊，就咱这感情线还真是全错，这太没毛病了。但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对的吗？没有错了，就是全错，反正全错就是错。然后我感觉全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提升，就是起码我以后。但是如果你是你的提升，你要去让献祭别人这就不好。所以说向你道歉，对，真的是我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献你一曲，你知道这个 Me and Subsim， 它讲的就是《爱乐之城》男女主他们也是其实都是 BE 的结局，其实整体的基调也是比较 down 的。我感觉有些时候它就是很巧合，我一开始在来之前我就想好了一首曲子，没想到就是到这儿都 BE， 还真没错。所以说这就是冥冥之中感觉我来到这儿，然后遇到你，然后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缺什么，我想要什么，其实也算是自我审视吧。对，我也没有说什么要期待些什么，就还是坦然接受一切。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反正你这样的性格就在我这里非常非常不适合谈感情，就是谈恋爱根本就谈不了。没错。虽然说在一块儿的那个气氛比较轻松的，但是就感觉是很单薄的那种2个人的那种，就只是快乐在了表面上。对，没有任何的一点点那种能抵挡点风雨的势能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浅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永远都这样的话，那你永远跟谁都是浅薄的一层。对，是。对，你没法去跟任何人走进一段那种亲密关系里。反正就是你给人感觉就玩心比较重，还是有点玩心比较重。对，玩心比较重，确实没把握好分寸，有的时候也。
是让你做自己，但是你这太随心所欲了，也有点太自我了，在感情里边，就是你不考虑别人感受，你就像你跟瑞瑞总是提我，然后你跟我又在一块的时候，你又显得很放不下瑞瑞，就是真的很奇怪，靠。Yeah，that's punchline。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你很爱幻想，你在感情里很会脑补，很爱幻想。对，就是你内心里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但真实的世界它不是这样的。对，真是。就是你想的是你是怎么样的，你想展现的什么，结果所有人其实只在意你展现出的什么样，没有人在意你想怎么样。是的，对，没有人会去真的会有那个耐心和那个什么去。因为时间其实9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短。9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是也不算短了，其实也是算是。因为9天我们基本上就是24小时都待在一起了，那相当于20天了就可以。对，没错，就是这次来这儿感觉就是全错。对，但是对我这个人就是知道错，感觉真错，但也不找理由，对吧？因为确实是因为我的原因给你们俩都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误会。对，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也承认自己在。这话是真的。对，我很承认自己在节目中这些很奇怪的行为。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开心，都能从中收获很多，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个不足。然后就是我也很感谢你今天能再给我上一课。也不是给你上一课，其实我真觉得就是你当朋友的话，我因为很开心，确实没错，好多年我都没有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的开心过。然后你如果说是谈恋爱的话了，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上，我可能不会考虑了，对，确实我同意啊。对，我希望你后边以后你能很快的成熟起来。谢谢你啊。成熟起来之后，你可能再回忆我们这些天的一些所有的事情啊，你会有一种新的感悟。肯定会有。这10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收获进步，对，让我完成一个新的蜕变。对，人总归是要蜕变的。没错，没错，文儿。Yeah, come on. 给哥们夸爽啊！很幽默。我选瑞瑞吧。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选我约会？我下次选你。我相信你。甜蜜蜜。让我出乎意料，我应该等别人发信都担心。哎，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那真不好意思了，我偏要坐这儿。稍微有点下头。我跟你道个歉，跟瑞瑞就是普通朋友，我跟你玩的更快乐，我只觉得很遗憾。在他每做一个坚定的选择的时候，他心里都是摇摆的。我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性格。撤了，那我先。都好。也有一些失落在吧，但是又有一些现实的事儿摆在你面前，就觉得这实在是也是没法解释这些现实的事儿。可能一个比较懂得浪漫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这样摇摆不定的，就是一定要接受人是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自己做好一些取舍，这样子。就是非常对不起文文，一开始是因为不想让你受到伤害，然后逐渐一步一步，反而让你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似乎让你感受到了被欺骗。其实我真的是想给你道一个歉。拜拜，拜拜，给你来一曲。Painted pictures of us like we were so much in love. It took forever to see. We fooled everyone but 我好像也只能这么做，让文文能通过最后这一天的表白环节，他是给我一些锐评，我感觉他起码是不难受了就行，因为我真是看不得女孩难受。
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看为爱闪耀的他，抢先解锁精彩内容，付费内容免费看，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进一步。戴戴是我在小屋当中很难忘的一个人。小屋的生活已经要结束了，我一定要给自己不留遗憾吧。今天是表白日，其实昨天的时候就开始去想把自己想说的话捋了一遍，但是当时在等待火车过来的时候，就脑子又回到了第一天一样，又是一片空白。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吧，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手心有点稍微的抽筋啊，我就知道完了，又紧张了，完了，又成第一天的样子了，完了，这咋弄呀？ I'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 Now I'm smoking on your vibe. Got me straight hitting the floor, but got me flying so high. 哎呦我的天呐！ Hello 啊 Hello， ，Hello 啊，咱就在这儿啊。啊，不走吗？这火车？我不知道啊。走吧，火车走吧。咱准备的词儿忘了。这人咋突然这么多？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紧张，感觉又有很多要讲出来，又有很多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是背的词儿不？我能感受到他有一些紧张，会有一点小害羞，我一下就放松了下来。那背的词儿忘了。没有。然后这是先给你送这个，还有这个。然后这是那个机器人之梦。哦，对。哦，哦，对哎，是哦，是哦，是哦。想买那个机器人没买着，主要是。哇，这个有心了。对吧？嗯。我当时觉得还挺惊喜的，我会对这种只有2个人之间才懂的这种小仪式感会感到惊喜。然后还有一个耳机。哇，对谢谢谢谢。对，试一下。没关系，不用现在试了。啊？没有，他得试。为什么？得试。为什么要现在试？我现在又不听歌。啊？不是，是我感觉。啊，你也把说的话放耳机里。对。那你自己当面不能说。当面，害怕那个。害怕忘词儿。不是啊。那你问题放耳机里听，那不更尴尬？
还好，等一下啊。我想的是，首先一定要把我自己的感受直观的表达给他。我害怕就是我说的话他不能直接 get 到我的意思，录音发给他的话会感觉更好一些。好，你拿来看吧。哦，戴戴你好，我是小魏，害怕明天比较紧张，有些话不是很能直观的去表达清楚，所以我打算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你。我们能边走边看吗？能，可以。刚来小屋的前几天，我会有强烈的不适感，我会感觉，怎么说，就是撤离，然后在第3天和你的约会，从一开始的尬中尬吧，逐渐变成了一个舒服和自然的状态。但是这种舒服和自然的状态，其实也是源于你主动的找话题。你给我讲咱俩的约会，其实从第3天就开始了，我才有一种后知后觉的感觉。其实这么多天都是和你在一起约会，我会感觉到每一次和你在一起约会的时候，其实不用很刻意的去找话题，其实那种安静的氛围我会觉得很开心。我甚至在想，小屋的生活能不能再继续延续下去。其实我就是很享受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想跟你们，然后特别是你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你在小屋对我而言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今天去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要你去立马的给一个我的答案，就是把我的一个感受很真切的去分享给你，然后能让你去 get 到我的意思。无论你最后怎么做决定，我都希望你知道，能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很幸运了。离开小屋之后，我们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见面的。OK， 你这不整挺好的吗？这背词儿，这没背词儿吧？是没背词儿，但你这个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为啥？我以为你得整老尬的了。不会啊。那一整段听下来的感受就是，好像看完之后、听完之后就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互相懂了的这种感觉。其实我的宗旨就是不希望他很有压力，说我希望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开心的、快乐的一个状态结束，就 OK 了。一下把我准备的词儿，我这好像又不用说了，因为一下我就也 get 到了，对，是吧？是，感觉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就行了，因为本来我们也没有就是说是来这里计划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计划一定要有什么结果，就是对，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发生。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就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我觉得我跟他从认识，然后到慢慢发展，到最后这次告白仪式，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去想过第2天，或者说哪怕说下一刻会怎么样，都是完全没有想过的。我觉得还挺珍惜这种什么都不想，就让一段顺其自然的关系，顺其自然的慢慢的发展下去。那你本来准备的啥词儿啊？我有点好奇。你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讲嘛。就我感觉我要说出来的话，就是会有那种不说人话的感觉，就是害怕你 get 不到意思吧。然后我是想着就是让你看着会比较好一些。怎么不好意思直接当面说呢？非得用这个耳机，我就知道他是有点害羞。反正他一害羞，我反而就有点愿意逗他。你照着念也可以啊。那行。你紧张，给你拿一个捏着。就是让我想一下啊。确实啊，我说了很实在的话啊，确实被你的一些性格，就是包括你处理方式这些方面，包括态度啥，确实是有折服了，真的。那应该的。对，这确实是有的。
我不可否认的是啊，就是确实有那个叫啥，我想啊，比较起不醋，确实是会有的，起不醋确实是会有的。对，确实我在约会当中的话，确实产生了情愫，不好意思啊。就是说完这句话磕巴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不太好意思去表达这些，就感觉我害怕，就表达完这些的话，会让他稍微会有一点点压力。说完之后这句话的话，就是给自己不留遗憾吧，就是表达一下，然后也不是一定要去寻找一个答案，只是把自己的一个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了。对，行。但我准备的都是属于那种夸奖你的话，结果一下子现在全忘记了。确实。但我说感觉你身上的那种比较真诚，比较就是这种底色，现在是真的很稀缺。因为我在生活中，其实生活节奏那么快，其实很难去接触一个这种很内向又很慢热的人，因为一般这样的人他可能就都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但是也是这次机会让我发现，哎，感情中会多了一种接触的类型的可能性。懂了 ，get 到了。那我们走上哪儿呢？等一下啊，让我想一下。咱还得有结束语。其实用纠结这两个字概括我今天最大的感受是比较恰当的，就是纠结说与不说和纠结做与不做。但是因为我会感觉小屋的生活已经要结束了，我一定要不留遗憾，就是大大方方就 OK 了。最后一天了，然后确实来一个告别动作吧，反正正好时间都结束了，拥抱一下哦，拥抱一下。那你这磨磨唧唧的不是很正常？我心中的浪漫是能被小心翼翼的看见，但是却不会被任何期待所绑架。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人事儿其实挺多的，但是他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雷点，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戴戴大大方方的回了我一个拥抱，我会感觉其实戴戴就是有人格魅力的人，而且是他的这些人格魅力让我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大大方方的人，然后我也是被他的性格人格魅力所吸引的，就是有一种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的一种感觉，不需要太刻意，也不需要太主动，就是缘分嘛，天注定。离开小屋之后，我会感觉我们还是会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觉得我的赴约不是说是去和他要达成某一种结果，而是以一种我们已经验证过而且经历过的一个很舒服的相处方式，然后让他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是可以节目之后继续接触的。我其实和你想法是一样的，
我好，真的。预瞅我，你别跟我画一模一样。完，真是完。我们俩相处的第一个白眼，这才是约会。这个角度感觉可以。你这次可以相信我，绝对的。铁堵。耶！谁在笑？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追踪看剧超有料 ，VIP 剧位日历点开有惊喜，入场券、签名照随机掉落。来芒果 TV 会员频道，精选活动天天见，快乐福利不重样。我肯定要告白。我跟王心怡，即使在外面的世界，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合拍、这么合适的。我觉得，如果说是我没有跟他谈恋爱，或者是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遗憾。I'm just laying on the floor again. Can't be bothered to get up now. 我在火车上面去找芊芊的时候，就感觉很漫长，是因为确实我很久没有收到过正式的告白了，比较紧张，比较兴奋，比较期待吧。哟，哎。看到心仪的那一刻，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Hello， 好久不见，这是送我的吗？啊，妹妹啊，我们有点紧张。对，然后，我想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点，有始有终。他第一天不是就是给了我一个卡片，还给我画了幅画吗？我想把那两个东西包在一起，再加上我写的一个明信片或者怎么样，一起给他，应该会很浪漫。我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真的喜欢的人。一点一滴接触下来，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喜欢上你了。我们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安静的钓鱼，一起依偎在沙发上，一起聊我们的经历。那些画面，我想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很幸运能遇到你，然后一切都很奇妙。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是你。你愿意参与进我的生活，成为我的几分之几吗？你答应跟我在一起了？啊，我愿意，我愿意，啊，我愿意，我愿意。我知道你在夜晚会听。我认为的浪漫就是心照不宣，可能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能很快的去 get 到他的意思。我觉得我跟他从认识，然后到慢慢发展，到最后这次告白仪式，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去想过。我觉得还挺珍惜这种什么都不想。我觉得交给顺其自然，一定比去想多要好。两个人只要能心照不宣和同频，做的事都其实挺浪漫的。拜拜，拜拜。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让我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人存在，尽量保持做真实的自己。遗憾可能就是我始终还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然后又点燃了我那颗重新向往爱情的心。虽然我在这里没有得到爱情，但是收获了满满的友情。过去10天在这个小屋里，每一次的心动都是真实的，每一次的情感流露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最真实、最潇洒，还有最感性的自己，本身就是最极致的浪漫。这段旅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而且它带给我的成长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更多，而且更快速。希望以后能够更加的勇敢，然后遇到问题不要退缩。到了说再见的时候，真是有点不舍。这些回忆我会牢牢铭记，然后也希望能够让我未来更多的成长，在感情这个道路上，让我们一起为爱闪耀。自己在这个小屋没有遇到想走下去的人，其实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他的性格处事方式，他的观念，甚至他的一些举动，其实都是闪光点，都是闪耀的他。这里是一个里程碑，是结束也是开始。我们一群人在这里哭过、笑过，也有过争吵，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夏天将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怎么突然有点舍不得？我闭上眼睛，别让眼泪落地。我们一起彼此陪伴着，爬上更高的山。千万要开心。我会一直这样陪着你，直到以后。It's a hard knock life for us. It's a hard knock life for us. Static treated, we get tricked. Static to sip, we get kicked.好吧，完了。谢谢你陪着我，我们总是相遇的那么巧合。我想让我们拍个照片留念一下，这我们在厦门吃的第一顿饭，然后你就这样。我会一直这样陪着你，没有尽头，直到旅程没有目的地。却无数颗心在互相吸引，每当我的情绪脆弱，只想有你陪着我，也不会再寂寞，有你陪着我。